绿色没劣势，抓红色来凑。多数人只要提到228，提到白色恐怖，感觉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请问民进党成立的时候有228事件吗？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历史为什么会被民进党霸占呢？因为国民党从来不论述。冷战格局之下，共产跟资本的对抗延续在台湾就是白色恐怖的呈现。那另外还有蒋家巩固自身政权、发动威权的一个呈现。所以民进党就借反对威权的帽子，就把他帽子扣在国民党头上，说：你看你国民党好邪恶。可是，在当时啊，全世界上反共政权里面多的是搞威权的，这样才能遏制共产党的扩散。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还是因为这个里面有共谍无实在列，那大家都会去讲说，也不要装作不知道，因为采访通知里面确实是有写到，你噼啪噼啪写完之后，写说然而无实等烈士的牺牲，却是台湾50年代白色恐怖的开始。那几个现场我们昨天还没有跟大家补充的点，例如现在有响起大陆红色歌曲安息歌的时候，有被观察到郑丽文是面色凝重，并没有开口唱歌的，但他也强调说，这个活动已经办了超过30年，从来没有以吴石等人作为主要的祭祀对象，政治跟媒体环境是完全扭曲、误导神圣还有庄严性的。那他也说，国共对于很多事情虽然主张不同，可是这也不代表直接要走这么偏锋到一定要变兵戎相见，也希望可以透过对话来取代对抗。你自己怎么看？这场活动郑丽文的出席是真的这么不谨慎、不应该吗？我想这个跟郑丽文过去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啦，就是说，其实民进党他们是都在马场町搞这个白色恐怖纪念。你看那个汉庭还没来嘛，汉庭不是发了一篇文嘛，就把他们都给揪出来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他们现在竟然开始打这种大切割牌，但是过去他们跟这些左派的、统派的其实是纠葛不清。尽管在大的政治议题立场上有分成所谓偏台派的跟偏统派的，但是为什么纠葛不清呢？一个关键真相，各位民进党听好，你们就是因为绿色没劣势啊，抓红色来凑啊，翻来覆去正南龙，还可以再找到新的吗？找不到。所以呢，他们为什么要讲228，讲白色恐怖，讲27部队？27部队谁成立的？谢雪红。谢雪红什么分子？台共到中国共产党。其实，在白色恐怖纪念里面，大家了解到，其实昨天郑丽文他根本没提到吴石这个名字，他提吴石这个名字是要厘清所谓是不是来纪念吴石，而不是在这个本身的纪念里面提吴石。好，关键哦，这个纪念是怎么来的？白色恐怖是怎么来的？他昨天的讲话里面提的很简单，而这过去完全被民进党给扭曲了，扭曲到多数人只要提到228，提到白色恐怖，感觉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请问民进党成立的时候有228事件吗？请问民进党成立的时候，白色恐怖主要是对他们进行人身迫害吗？是有一部分的人，比如说美丽岛大婶，但是在最前面会拖出去马场町枪决这个时期，因为昨天是在马场町办的。大家请记住哦，这个白色恐怖纪念它是写50年代、50年代政治受难者，这个协会是50年代讲的就是马场町，因为马场町一直用到1954年。它本来是日本人的军营啊，后来呢，国民政府来之后就把马场町呢这个河滩地当作公开处刑的场所，相当于是秋决示众啊，拖到菜市口去的概念。这里面的受难者绝大多数都是左派分子，很多当中直接就是共产党，或者像吴石这种叫做地下共产党或地下党员，因为当年是被蔡孝乾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给供出来的，他总共供了1800个，当中1600人的名字已经刻在了西山烈士公园里面。所以这里面的性质，过去的民进党为什么纪念呢？为什么呢？再说一次，因为绿色没劣势，抓红色来凑，这个秘密啊，被郑丽文一脚啪踢翻了，这直接翻车了，大家知道。所以民进党现在用力打的都是一些边边侧翼小角落，那一些真正懂这段历史的人啊，他们现在敢大声嚷嚷吗？一大声嚷嚷，当然啪啪啪打脸。为什么？他们就发现，哎呀，陈菊的偶像是毛泽东啊，陈时中的偶像是林彪啊，甚至呢，像是现在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你要不要看看他崇拜的是什么意识形态？要不要看一下新潮流最爱读的是哪一本书啊？这种事情呢，其实郑丽文是在帮大家做历史回忆，所以我觉得各方也稍歇稍待。我也知道这个蔡正元学长，我们大学长
对这件事情很不满。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件事情的本身，它的叙事很清楚吧？这件事情是从国共内战到冷战的格局所形成的。国共内战之后，当时这个共产党派了大量的所谓这个，不管是他们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党员，或者是来到台湾在发展的地下组织，有大量的人，就光蔡孝乾供出了1800人嘛。然后这里面呢所绘制出来的图呢有真有假，但是确实有相当多的读书会或者相关的。为什么我知道？我一个以前政大的学弟，我们办读书会，他就是研究草山的这个地下党组织，总共88个据点，一个草山就进阳明山就88个，你就可以看有多绵密。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我阿公是亲历者，他们村里，他们那个破住里面的教学的老师，因为开读书会被带走，人就没了。那27部队呢，也就是在云嘉南这边闹嘛。他们那时候他跟我说，27部队几挂流氓啦。为什么是流氓？很简单，因为当时这一些这个左翼的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们第一时间去接触就是这些反社会分子嘛，地痞分子，很正常嘛，对不对？他们里面打仗的基层的，总不可能每个都是知识分子吧，对不对？就像是国民党在搞这个革命的时候，国民党的前身叫同盟会啊，搞革命的时候都是找会党分子啊。所以这些东西、这些历史为什么会被民进党霸占呢？因为国民党从来不论述，从来不去看这个历史，只管现在跟仓库没有什么两样啊。那以前我们讲就没人要理这个事情啊，因为我们讲历史的人就是讲历史事实，我只讲历史事实，我也不做任何的价值或者是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批判，我只讲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民进党台独都没烈士啦，跑来不去一直都是郑南榕啊。所以才会把这些人，所以姚文智才会去拍一个影片叫做《罗马嘎找个亨》嘛，他的那个拓台湾那个电影公司嘛，我还被请去那个他们那个发布会上面看了一下，然后就非常可笑，那个里面政治人物的原型好几个都是共产党，而且是确定共产党，还不是所谓地下党的。像吴石到底有没有入党，这有争议啊，大陆那边没记录。台湾这边呢，蔡孝乾说他是地下党，那这很难对上。这个光这事情，大陆网友昨天还跟我在这个线上 battle 了一阵子，我说这没什么好 battle 的嘛，对不对？他在台湾是地下党员哦，那他具体有没有入党，在大陆那边没有正式入党记录，就这么简单。这个就跟那个这个无间道一样嘛。最后刘德华说我想当好人嘛，因为为什么他上线被干掉，没人知道他到底是失败还是真的，这很正常啊。地下党组织都是这个样子的，那没有什么好吵。但回过头我们看这个内容，我再说一次，这分了大、中、小3个格局。大的格局是当时整个这个国际的潮流在冷战，从国共内战到冷战，它其实就是一个共产阵营跟资本阵营的对抗嘛。共产阵营代表在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资本主义阵营代表就是中国国民党嘛，两边 battle。那因为台湾当时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台湾主权就回到中国，所以台湾变成整个从那个视角来看叫做国战区，国民党占领区，这个是这个国战区的说法是共产党的看法。那这个就国民党看法，共产党占领区叫沦陷区，或者叫什么叫苏区啊，两边叫 battle 嘛啊，所以当时台湾是属于国战区的后方嘛，就国民党的大后方，才会有这么多的共产党分子，尤其以台共的旧派系为首，他们回来台湾来发展组织嘛。啊，这就接上我刚才说，在草山建的有88个据点，有这么多的读书会，在嘉义一个教书神圣，他是从大陆过来就被带走。为什么？因为他是左派分子。OK， 好，这是大的格局。然后紧接着就是冷战，所以冷战时期，国民党到台湾之后，要站稳脚跟，第一件事就是发动大清洗，就把这些左派分子通通抓出来干掉。所以才会有马场町的这个纪念。为什么？因为从1950年到54年这5年期间打掉最多人，因为这些人在蒋介石认定里面就是共匪，不管你是左派的、同情左派的地下党员，或你直接就是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了共产党在台湾的，我觉得简称叫台省公委的成员，反正你被蔡孝乾供出来了嘛，通通抓去打掉，或者是有些比较轻的就没打掉，比如说郑丽文说的这个陈老先生进赏，他就是没有被打掉，但他也是27部队的主要参与者之一。然后他就被白色恐怖迫害嘛，他们家族要就业各方面就很困难，这是大的格局。在冷战格局之下，共产跟资本的对抗延续在台湾就是白色恐怖的呈现。那另外还有蒋家巩固自身政权、发动威权的一个呈现。所以为什么民进党就借这个反对威权的帽子，就把他帽子扣在国民党头上，说你看你国民党好邪恶。可是，在当时啊，全世界上反共政权里面多的是搞威权的，这样才能遏制所谓的共产党的扩散。为什么？
这就讲到第二层次，叫中的层次。中的层次是个人的意识形态的实践，反共是针对一个意识形态的反弹。这种意识形态比较破碎，比较散，而且它很容易变走极端。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美国的麦卡锡主义，这个东西太多人检讨了，对吧？就是反共反到变发疯一样，什么都杀。在美国搞死了一对年轻科学家夫妇啊，夫妻同天送上电影把他电死，只因为怀疑他们是共产党，结果后来证明根本不是，他们只是同情共产党而已。那在个人实践上有大量的这种分子，就是他们是同情共产党的左翼分子，因为在1950年那一会，工业革命发展那个极为畸形的状况，也就是老百姓的收入非常不平均，工人生活很凄惨，所以阶级对立非常严重。哪怕在东方也会出现这个，那在东方还多了一个农民嘛，因为毛泽东的崛起把农民跟工人结合在一起嘛，所以那些农工分子，他们从日本殖民时代就抗议到国府时代，还有很多是从大陆跑来的，所以有大量的这些左翼分子，他们呢自愿的成为共产党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组织的接头人，包括像吴石这种人，他既有民族主义的情怀，他亦有什么当时的左派分子。你同不同意这样的意识形态，这是个人的，你喜欢不喜欢都有，我们也可以批判这个，但是你不能忽略是这些人为了这个精神复议的这个过程嘛。所以还原他们的精神，而不是抹黑，而不是利用他们的精神，像民进党拿这些精神来干嘛？来塑造自己是反对国民党威权，极其恶心呐、啊！侮辱这些人呐、啊！同不同意一回事，但是你侮辱这些人他的原始样态，然后一边喊着反共旗帜，然后政治需要喊反共，烈士需求的时候就把共产党拉出来，把左派拉出来说，你看我们是反对国民党，超恶烂，这是中个层级。所以当时很多就是用威权的方式，那比较极致的时候就把它打掉，就清洗。小的层级是什么？小的层级就是回到了今天的这个政治斗争的现场，还有这个人的缅怀。这些左派他们坚持了35年，这个活动办了35年，民进党每年都参加，他们至少相关的一些派系。然后呢，他们里面这个人权纪念馆也参加，就今年因为曾丽文要去，他就没参加了，假装没参加啊，结果就被侯汉廷拉出来了，不是吗？对不对？就明明民进党最喜欢纪念马场町，拿马场町的烈士来充当民进党的烈士，何其可悲！所以你看大中小3个层次，把它讲清楚。这个马场町事情就清楚，这个叫拆弹的开始，不要以后每次讲到228，就国民党人就自己就相形见绌，哎呀该去道歉，然后选马英九啊，道歉太多，马英九就被骂，蓝的也骂他，绿的也骂他，和解厘清真相是和解的开始啊，也是未来打破民进党意识形态那些虚假创造虚假历史的开始。所以今天这个事情确实风险很大，也引起很多人的不适感，非常能理解。可是大家了解到，如果没有人做，永远被民进党把228、把白色恐怖作为他们骗取政治资源、高喊抗中保台、继续愚弄台湾老百姓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但这个基础坚实吗？一摊开，烂得跟泥渣一样。那个内容每一条历史都写得清清楚楚，根本也没有他可以唬烂的空间。只是，抱歉，刚才真的批判了一下国民党的党史馆的问题，真的没人做。啊，以前我们要讲这个也没人要管啊，因为为什么？他说，哎，你为什么替共匪说？我从头到尾没有替这些被枪决的人说啊。我说实在，以我内心来说，吴石被枪决，以当时的体制来讲，那是当时的体制有它的合理性。为什么？因为吴石不打掉，那不就国民政府要被颠覆嘛？那台湾。这个他历史台湾就没有这个基本嘛，所以大家回到那个时空就会理解他当时为什么是这样。可是站在今天的角度，包括陈某荣耀烧起来了，刚好有这个大潮，可以让我们来纠正这段期间被民进党所扭曲的历史事实。所以再说一次，不管你同不同意马场町这批所谓左派或地下党工作者的这些精神，但是他们的故事被扭曲成为民进党的烈士，然后民进党在喊反共，这是妥妥的侮辱台湾人智商。妥妥的扭曲历史，这是妥妥的一种邪恶的一种政客的行为，所以我们不应该让这种人血馒头继续为民进党所滥用，来愚昧台湾人、愚昧台湾的年轻人，然后只要高喊抗中保台，躺着都上，贪污腐败、美浓大峡谷、光电板、快筛、鸡蛋、疫苗这些东西都可以没事，还可以有个吴音宁，还有个太子集团，9年了，现在说是他妈在带风向，说是蓝白在里面。这种事情还能发生吗？因为他们继续的吃着马场町的
吃着228的人血馒头。如果你要默许这件事情，你就尽量批评郑丽文的行为，尽量批评历史哥的说法。但如果你想改变台湾，让台湾的民进党扭曲历史彻底被颠覆，彻底回归到历史的真相，让我们台湾的治理可以回归到常态，不要再被抗中保台绑架。如果今天继续跟着民进党来倒打郑丽文一把，请问你国民党到底现在是什么党？你到底是要两岸交流，还是把两岸交流打成通共？核心逻辑在哪里？2005年连战去了大陆之后，简单来讲就是国共第3次合作嘛，等于是在政党端国共已经和解了，但是在军事端国军跟共军没有和解，然后在政府端用9·2共识两边形成一种默契，就是各自以口头表述一个中国原则，叫各表嘛。只是我们的各表更强调中华民国，而他们的各表更强调一个中国未来的一国两制的部分，就是差别是在这里。可是不管怎么样，在政治端、在政党端是和解的，在政府端是和平的，但在军事端维持一个不打，但是一个对峙的状态。假想敌依然是共军，没有错，是这样。所以你在单兵作战第10战新训的时候，叫做亲爱的共军弟兄们，你已被我包围了，我政府是宽大为怀的。还在背这个，我还在背。我昨天要问啊，刚刚退伍的弟兄跟我说，对，我们还在背。所以这个是整个两岸问题极其复杂的过程，它的每个段落都是不一样的。那今天我真的要再讲一次，不要再为了选举那个短期的效益，那趁现在没有选举嘛，现在到明年选举还那么长的时间，不趁现在把民进党这些疮疤，把民进党这些垃圾狗屁倒灶的言论给挖出来，然后把它清理一下、清创一下，我们到底要被白色恐怖绑架多久？我们到底要被228绑架多久？我们到底要被错误扭曲的史观绑架多久？我们到底要被民进党的麦卡锡主义操弄多久？民进党是妥妥的纳粹政党啊！纳粹政党还有麦卡锡主义相结合，就是他现在。那八炯整天在路上猎杀人、猎杀陆配是什么概念？所以他为什么抓侯汉廷？为什么每天在抹红我？对不对？现在派调查局来调查我说你到底有没有收红钱？搞什么鬼啊？我们收是美金啊！但是问题是，他为什么敢这样做呢？而且敢赤裸裸定国安无法来抓人呢？为什么敢去迫害像佩强委员他们明明做得很好，然后呢还要罢免他们呢？他怎么说林佩强要罢免？因为你们现在是很大代表在台湾。他说我们是共匪，我们哪里像共匪？我也搞不太懂。我在美国将近快20年，我没有甜美都很奇怪。他说我是共匪，更奇怪。所以他们没有道理，所以他们应用的不就是他们当年攻击的两蒋政权的做法吗？特别是什么？1950年代，我再说一次，这个事情特别特殊，因为这个是真正打掉人打最多的时候。可是老实讲啊，以当时全世界性的政治清洗来说，国民党打的人比例真的是相对比较少。你要真的讲，你看史达林，你自己看金日成，你自己看赤柬、红色高棉当时波布怎么杀人的，确实杀人就不对。我再说一次，威权体制之下，把人家突出去打掉。不对，但是按照当时的法律是什么状况？所以还原这个历史真相是第一步，再来判断它合不合理，而不是说一个盖上去说白色恐怖跟这个228就是民进党的神主牌，哪有这种事情？干他们什么关系啊？一边吃着红色烈士人血馒头，对不对？一边喊着反共骗票，然后一边再去抓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通通都是共匪。哇塞，他妈的，他三手牌呢？有这种事情不破解，那怎么搞？